你问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肯定4岁我就知道他的性取向了。其实我懵懵懂懂青春的时候，我对同性恋都没有过排斥或者恐惧，但是这个事情哦，就发生在自己家里边，自己的孩子那就不一样了。人都这样有双标的。电话里面就说妈妈，我谈恋爱了，孩子竟然是个同性恋啊！我就很愤怒、很生气，觉得自己的心血白费了。所有的家庭和解都不仅仅是性取向的问题，所有的出柜都不仅仅是接纳的问题。我要重新去规划我怎么去做一个同性恋孩子的妈妈。今天很开心啊，我邀请到2位妈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位是从容妈妈从重庆过来的，陈毅妈妈是从湖南过来的。我知道从容妈妈女儿是同性恋，对而且出柜的时候就特别挑了一个特别好的日子。对，我女儿出柜挺奇葩的就是我做公益，今年第11年就没有跟她一样的，就没有遇到过再像她那样的。她出柜的那个方式特别奇葩。她就是写了一封出柜的信，然后专门挑我生日的那天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哇哦！她说的妈妈，我给你一份大礼。然后就这么出柜了。所以见过送什么送吃的送喝的，买点什么高贵礼品的。当时我还挺高兴的。我刚拿到我还挺高兴，我女儿怎么学会这么浪漫的方式给我要说些什么。然后就一下子把我打懵了。挺有意思啊。陈毅妈妈，你的儿子是同性恋？我是儿子。那你知道他这个是同性恋这个事多久了？他给我出柜有4年了，但是的话，他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已经发现了。对，为什么发现了？因为那时候有 QQ 嘛，我和儿子是 QQ 好友。那么有一天，应该是那个2013年，他上高2的一天，我就在看那个 QQ 空间，突然发现他发布了一条 I'm a gay。我说怎么可能？我儿子是同性恋。我当时就好笑，我说这开玩笑嘛，我的儿子怎么会是 gay？ 我就把这个事情放下了，我也不去想。我以为这个孩子突然发布一条这样的心情，可能是在开玩笑吧。就这样。高中的时候看他的动态，然后呢，你作为妈妈，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我猜测也算忐忑吧，但是也没有去求证这个事儿。但没有去求证。一直到4年前，他是主动告诉你的呢，还是？对，他主动告诉我的。那这次对话是怎么样子？我记得非常清楚，2019年12月30号的时候，我去了那个我们当地的特殊学校去做慰问。我看到那个特殊学校里面有那些残疾的孩子，有视障的，有智障的，脑瘫的这些孩子们。我说上天很眷顾我，给了我一个健康的孩子。没想到第2天，我儿子就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妈妈，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告诉你。我当时就很纳闷儿，说离过年只有21天了很快就要和孩子团圆了，是吧？我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那么着急回来给我讲？没想到第2天他回来之后，他把我拉到书房里面，我们俩也就是这样并排坐着。过了一下之后，他就笑着跟我说妈妈，其实我心里有很多的事情要跟你说。他就把他从高中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摆给我听。我当时就懵了，我就很震惊我说我从来没有关注过，没想到孩子还有这么多的秘密在心里面都给我讲了。最后他很坚定的很决绝的给我讲，他说我说了完这些故事以后，我想告诉你的事情就是要揭谜底了。我喜欢的是男生，我是一个同性恋。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几10年以来构建的这个异性恋的人生规划和所有的那个观念全部被摧毁了。我问了孩子很多问题，
有没有尝试过跟女生交往？我说你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孩子坚定的跟我讲，他说我尝试过，但是我改变不了。对，他也很会挑日子啊。元旦那天回到家里就给我，是元旦那天出柜。对，那真的是让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对对，妈妈过生的时候庆祝一下，这个新年即将到来，咱们庆祝一下元旦吧。所以你女儿当时跟你出柜的时候说，她有跟你解释为什么要挑一个你过生的时候这么隆重的日子来出柜吗？她一开头就写了，她说妈妈今天你的生日，我一个学生没什么钱，但是我灵机一动，我决定送你一份大礼。她说对于一个妈妈来说，就是没有什么比一个真实的孩子是更好的礼物了。我刚看到前面这2行的时候，我还挺高兴的。哪个妈妈不想了解自己真实的孩子啊？他下边就说我要说了，我是同性恋。我就看到这儿，我整个人就懵了。其实他下面还写了很多，大概有4、5页吧。他怎么从小认识自己的性取向，然后同性恋的那个科普的知识，而且说了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因为这个性取向纠结。我觉得能够成为这个少数，我还挺自豪的。我长大了，我一定要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真的有志向。直到今天我看的这封信，我都觉得很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成长当中，直到她跟你讲之前，你没有一些觉得异常的，或者说跟普通的孩子不太一样的地方？肯定有啊。今年也是我做志愿者第11年。如果当年的我有具备了这些常识，都不说它是知识了，完全是常识。你问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肯定4岁我就知道他的性取向了。他从小就跟别的女孩不一样，很一般的那些女孩喜欢的东西他都不喜欢，包括玩具啊，女孩肯定喜欢洋娃娃呀什么，他喜欢枪。打从他自己很小的时候，自己很独立的意识的时候，他就不愿意穿裙子啊，自己对服装这些有自己的选择。对，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有些蛛丝马迹。蛛丝马迹看。他以前还带我去 gay 吧玩过。这都去过。大概是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妈妈会带你去玩。我生他比较晚，当时我就想我要跟我女儿做朋友。所以我觉得我们是特殊的母女，你愿意带我去玩，我很高兴，愿意了解你。所以我们去 gay 吧玩还玩得挺高兴的，也没想到什么别的东西。我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也知道什么是同性恋。我的年轻的时候也看到过，比如说那些曾经是罪名。对呀，同性恋曾经是罪名。就是那个年代，其实我懵懵懂懂青春的时候，我对同性恋都没有过排斥或者恐惧。我是一个好奇心比较重的妈妈，我是愿意去了解的。我不会就是抱着那种墨守成规就是孩子一定要怎么样。自己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是给了他一定的安全感。您的孩子呢，就是跟你讲之前，他小时候有什么蛛丝马迹吗？作为一个男童。作为一个男孩子，他小的时候特点就是非常的自律，也非常的听话，然后性格也非常的温和。是一个不让我操心的孩子，也是一个让我十分自豪和骄傲的孩子。好像也看不出来是同性恋，又很自律，又那个什么。我儿子特别喜欢玩游戏，有一次他在打游戏的时候，我就假装凑过去，很有兴趣的看他打。谁知道我就看有一行啪啪啪啪，老婆。老公，我说咦，这孩子们在扮演老公老婆的那个角色啊。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位女同学经常给他带早餐，然后高3的时候还给他写了一封情书。我给他清理书桌的时候，我就发现一打开一看，哇，我当时高兴的要死啊！我儿子有女生追他嘛。一看那女生说7年以后你不娶我不嫁我们就在一起吧。上了大学以后，我就给他讲说，儿子你上大学以后一定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才不负你的青春。他大1的时候就给我打一个电话，电话里面就说妈妈我谈恋爱了。我当时也挺高兴的啊，我说那好呀，你千万不要伤害那个女孩子呀，你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呀。他出柜的那天给我讲，
那个恋爱的对象是男生。对，孩子出柜了以后，虽然这个接纳是一个老套的一个故事，但是要往前走，对从妈妈来讲，往前走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之前我讲就是我对同性恋，就是这个社会现象我不排斥，我也能够愿意去了解我女儿，但是这个事情哦，就发生在自己家里边，自己的孩子那就不一样了。人都这样有双标的，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你网上查到的信息乱七八糟。以我当时那个认知，我以为性取向你需要一个医生吗？或者是心理咨询给你认证一下？对，要判断一下，以为是受了什么什么影响。所以陈毅妈妈呢？当天他给我讲的时候，我确实是非常的痛苦呀、迷茫呀、自责呀，然后我又很愤怒，因为我在孩子身上倾注了所有的精力和心血。就觉得把孩子培养的这么让我感到骄傲的话，孩子竟然是个同性恋我就很愤怒很生气，觉得自己的心血白费了。他就给我放一个三彩爱的视频，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有看内容，第一时间都看不进去，对，虽然说我们是第一次做父母做妈妈，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在孩子每个成长的过程中，我都会提前去做功课去了解。你看了《山城爱》，《山城爱》刚好里面有从容妈妈他们，对，所以就因为这个机会认识了吗？还是怎么样的？当天我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既然存在即是合理的，那我就接纳了孩子。但是我对孩子的对同性恋我不了解，对孩子的今后他的人生怎么规划我也不了解。我有一个星期的纠结，我就是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把自己关起来，在网上也是查资料回到家我也查资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幕让我很难忘的，就是有一群人压着一个男人，后面背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鸡奸犯，打一个叉叉大红的叉叉，让我印象太深刻了。那么80年代初的话，艾滋病进入中国，媒体报道和宣传的都是和同性恋相联系的，那这样在我的印象里面也是非常负面的。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要相信谁。有负面的就说孩子可以改这是一个病，那正向的就说不能改，不是病，不能治疗要改变自己的是家长要接受孩子。然后我当时就在电脑里面就啪啪啪输入无诱奸3个字，马上就弹出来一篇文章，爱是最美的彩虹。在那个文末就发现了我们现在的400公众号，那个时还是微信公众号嘛。我当时就很纠结，我聊还是不聊。然后我就发现，我要是聊的话，对方就知道我是有一个同性恋孩子，我是一个同性恋的母亲。我不聊，我就发现我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到晚上的时候，我才鼓足勇气啪一加，我说你好。打了2个字以后，马上对面就对方就给我回信息了。你好，我是小凯妈妈，我也有一个同性恋儿子，我知道你很难过。我现在还记得，我看了这几句话以后，我热泪盈眶，我觉得就像找到了主子。经过这样一个痛苦迷茫的过程，又在我们志愿者的妈妈们的陪伴和开导下，我走了出来他们给我点了一盏灯，那么我也想为他人去发一点光。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可能聊的这些，我们可能风平浪静，但是那个痛苦对，那个是每一个家长每一个父母都是要经历的，而且一个是痛苦，第二个是自责。但是愤怒我倒是没经历过。我经历了，就是那么短暂的一个下午时间，我把一个家长要经过的所有的阶段全部都经历了。那你这过程还是就是非常短，时间挺短的。后来我对我儿子讲，我说儿子，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妈妈都爱你。特别是那天晚上，我儿子给我发短信说他要回家给我讲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我马上就给儿子回了一个短信，我说儿子，无论发生任何事情，爸爸妈妈都爱你。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儿子他就很坦然的就给我出了队。无论孩子是什么样的情况，父母表达对孩子的爱就是对他最好的
最坚强的力量啊！我就是反复的回放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是像放电影一样？对，每一个妈妈都会提到这个回放，回放就是会把自己孩子的从小到大的经历都回放一遍。我在这个中间我做错了什么？这滋味是挺不好受的。小孩出柜了以后，然后你们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女儿出柜那一年，刚好是我退休的前一年，这个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就是完全截然相反的两个人生。你会格外关注这个群体，偶然的机会就从网络上刷到那个夜夜视频，夜夜谈，对，可以谈啊，对，可以谈，对，就是郑佩佩啊，前2天刚去世。对，我刷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边还真的很感触很深。是，其实就是因为刷到他的那个视频，然后我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公益组织。像我这个50后的家长，没想到要去求助谁，只是因为你关心这个孩子，关心这个群体，你想为他们做些什么。其实帮助他们就是帮助我的孩子，就是这么一个初心。第一次参加全国的恳谈会，简直是冲击我的三观。因为我一辈子都待在体制内，对，我在那儿工作了几十年，我见惯了体制内那种开会的方式，是对吧？要领导讲话，要什么程序，然后我第一次就见到你，就在那个恳谈会上，完全就刷新了。哪里有这样的组织？就一个人，他又是主持人，又是访谈人，然后最后还要总结，啥都包圆了，而且一上来没有任何客套，没有任何程序，直奔主题。我记得最清楚，第一个发言的是那会儿广州的徐妈妈，也就把麦克风递到她的跟前。我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大概当时也有70岁左右了，差不多，她已经去世了，很震撼。对，在那次恳谈会，我还见到了同期就是带着她老公一起去的时候，对，那妻子还怀疑老公是不是出轨了，对，还跟踪他，这个发现最后没有，他是去办公室了，结果他孩子也是发现同性恋，最后才离婚。我很感动的是，他们虽然结束了这个婚姻，但是这个妈妈对这个群体仍然是抱着很正向的那种支持。而且在现场，他跟全场的人说：“我前夫现在还是单身，我帮他争男朋友。”这个我感觉非常冲击。这是可能是颠覆我三观的第一步，我发生改变的第一步。接下来你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家庭各种各样的孩子，这个过程也逼着你自己去学习。你不学习，你就不可能回答人家的问题。我可以说也是我几十年来构建的这个主流文化的这种思想观念完全摧毁了，然后我就在想，我要重新去规划我怎么去做一个同性恋孩子的妈妈，然后我怎么去适应我是一个性少数孩子的家长，这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挑战。成为了一个性少数孩子的家长以后，我打开了这个视野。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更宽广了，因为我以前感觉自己比较狭隘，就在那个主流文化那个圈子里面走不出来。但是我一旦走出来，我才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是那么丰富多彩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我们跟那个其他异性恋的家长不同？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打破你的传统观念，对，就是打破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逼着你必须要去学习，是这样，要不然你没法构建你新的一个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也好。对，传统文化里面，我感觉最束缚人的就是一个对性的这一块，就是谈性色变。女性在这个里面是处于一个卑微的地位，很多的女性还处在一个男人的一个控制下或者束缚下的一个状态下。现在我就发现我重新找回自己，我不仅是孩子的妈妈，是老公的妻子，是女儿，是儿媳妇，我还是我自己。我把更多的时间，当然在关注家人的之外，我还关注到自己，让自己身心也要去健康。所以从容妈妈呢，
我做了这么长的时间的咨询以后，我发现所有的家庭和解都不仅仅是性取向的问题，所有的出柜都不仅仅是接纳的问题，其实更深层次的是家庭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的女儿不是一个拉拉啊，可能我过的日子就是那种一眼望到头的一个广场舞的大妈，我不会去想到这些事情。我到现在我都70岁了，然后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我自己很认可，别人也很认可，那就是有价值，我就没白活。所以这个小孩出柜这个过程是一个打破的过程，因为原来我们的思维里面就在这个异性恋这个轨道上，对吧？你被打破了，打碎了一地，然后你得需要重建它，重建它，你得去接纳这个你的性少数的孩子，那你得重建一套逻辑，重建一套这个原来你没有习得的东西，所以你对整个社会的认知和看法其实完全不一样，视角也更多元了。我们会更宏观的一点，就是人的关系，它是最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条条框框都是人的脑子里面构建出来的东西，所以大多数人看的都是表面上的，真实的东西其实他不用你说，人能够用心感受到的。70岁的人的梦想是什么？梦想，对呀，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当初我的初心是，那如果每个家庭都不接受，那我女儿上哪儿去找她的伴侣啊？谁来陪伴他走到最后啊？当时这么想，现在看来很狭隘。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们在中国同性恋也可以像异性恋一样，就花个几块钱也能够领个结婚证儿。现在我这个年纪，我都不抱这种梦想了。我就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心态平和的接受这件事情。陈毅妈妈呢？你说梦想吧，还真说不出来。我觉得我有一个愿景，就是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同性婚姻合法化，能够看到这一幕。你能看到的。对呀，你还年轻，你还年轻，我们都年轻，我们都能看到。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会有什么恐惧吗？从妈妈，你像作为一个70岁的人，恐惧是什么？也不恐惧死亡，也不恐惧什么呀？我觉得死亡就是很自然的事情。硬要说有什么恐惧，我最恐惧的是历史的倒退。所有人可能都会受影响。像我这个年纪，已经经历了一些历史的重演。我对死亡的话，其实我也看得很淡然，也是自然规律吧。显示我们的视频确实有观众，主要是这个视角真的是很好，然后很舒服。小萝卜头后面，我们藏了3个人在里听，我的屁股都坐扁了。现场的感染力嘛。对，但是我真的觉得，是我见过很多能够去谈论自己儿女也好，谈论自己经历也好，谈论自己思维也好，逻辑清晰，并且还能够有某种意义上的那种。就像你说话的时候发着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我在公司的领导啊，或者是一些院长啊什么，再跟你说一说，会说，哎，你是不是小的时候缺乏父爱呀？我明显知道我不是那样，但我不知道如何跟他们去回答。我们家庭是一个和谐的家庭，家庭氛围非常好的，那孩子也是同性恋啊。我觉得你不用纠结，非要给别人一个准确的完美的解释，这个就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对吧？全世界都没有一个100%的定论，就是一定是先天的，一定是后天的。对，刚才说了，我如果重来一遍，我女儿4岁我就知道她是同性恋，但是有没有后天的影响？那后天肯定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你要去归因，就是你成为同性恋以后，非得要从你原生家庭里面或者成长环境里面找点原因出来，那哪个没有？双性恋需要出柜吗？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觉得谁来给你一个标准的答案，双性恋出柜或者不出柜？更重要的是让你女朋友让她的父母清楚的知道她今后要找什么样的伴侣，她自己能够做主，她的人生自己做主。